心的地方，是不是叫天堂？哪里不用假装坚强，过得不慌不忙？如果一定要谈梦想，是有勇气流浪。可最奢望的时光，是你们在身旁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淌，是因为快忘了家的模样。我的伤悲督促着我成长，和一个人容易走错方向。童年印象是嘴角的上扬，是小船游荡，是奖励的那颗糖。现在慌张，是对爱的渴望，因为还有伤亡，还盼着你们的目光。我知道了，在这背后操纵一切的人就是叶念堂。他之所以捧温良上位，是为了推广他多年研究的仪器；而家辉之所以认识温良，是因为他的养父就是叶念堂。温老师很了解我，了解我的过去，了解我的恐惧。你替叶继承做事，帮他完成复仇计划。你靠近我，靠近我妈妈，取代姬教授，你在认同你父亲的培养模式，不是让你别说了。那你呢？你所谓的人性，就没有一点欺骗吗？在你帮助来访者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就没有想过一丝贺峻的影子吗？你真的能治好我吗？我觉得我很不正常。对不起，何老师，我下午还没有准备好。我感觉我得了绝症。何老师，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崩塌了。没有人能帮我，我没有未来。因为被人讨厌，就会被孤立。别碰我！我觉得这一刻我可以理解你，我也懂你为什么会感到孤独。快想吧！因为从小到大，没有一个人站在你的身边。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，但是有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自己。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问题，而我们早晚有一天都要从那个保护壳里面钻出来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勇敢的人，你想去保护别人，那首先你要做到的是要保护好你自己。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你之前所经历的伤痛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因此而否定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并不孤单。你今天为你自己做的所有的一切，过去的他都能感受到，让他更有信心面对未来。谢谢你啊，小何老师，我这心里舒服多了。贺老师，谢谢你帮助了我。贺老师，谢谢你，让我找回了勇气。何老师，听您说完，我现在斗志满满。何老师，我打内心里面感谢你。谢谢你，贺老师，你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之所以成为女心理师，是为了我弟弟，为了抹平我内心的创伤，更是为了我弟弟的一句话。我想做一名医生，然后发明一种药物，人吃了这个药之后就会非常快乐，非常幸福，很想爱这个世界。我承认我很愧疚，但我每治愈好一个来访者的时候，我弟弟死去的痛苦就会更加在我眼前浮现。不止一次在问我自己，
我真的可以吗？我能做好？我客观吗？但是温老师，我想问你，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有全然无伤的人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圣者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己之私。可是我觉得这并不耻辱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人。身为一个人，我们就会有我们的心理需求。坦白的讲，拯救别人，我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因为我从拯救他们的身上能获得自己的成长跟力量。你和我想的不一样。我很爱我的弟弟，我也很关心每一位来访者。我没有照顾好你。我们都不是完美的，我承认，我在汲取他们身上的力量，这使我成长。可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，我是被需要的。我有怪过你，我觉得你没有告知我就去给我的母亲做了心理建设。可是也通过这一次，我才发现，我的母亲去了我弟弟的墓。身为一个女儿来讲，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的母亲是好是坏。可是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，我们全家人经历了丧失，却没有好好处理哀悼，这是我们全家伤痛的一个核心问题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我更应该感谢你。温老师，你不要去故意抹掉你身上的天性跟善良。如果你真的想害我，如果你真的想违背身为心理师的道德底线，在你是我督导的时候，你可以打扰我，你可以影响我，甚至你可以泄露我的来访者资料去伤害我的妈妈。可是这一切你都没有做，请你不要否定你自己，你是被人需要的。你真的觉得我是被需要的？当然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志同道合，让我们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。魏老师，你这次不会又有什么目的吧？识时务者回转转舵。别紧张，开心点，保持一下。加油，加油！妈，来了。阿姨好，阿姨好。好，阿姨好。听见了？这么大个人站在这儿，你当你妈瞎呀？哎呀，你说这电视啊，没 WiFi 就一个台，翻来覆去播，哼，看得我都会眼了。哎呀，我给你装个 WiFi 吧。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哦，阿姨，咱们到饭点了，我请您来吃饭去吧。那不用，我们隔壁订几个菜，在这儿一吃就行了。天王老子来，我得看店，是吧？我们家条件呢就这样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，那对不住了。妈，吃香药了？人家也没说什么呀。哦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再说了，我们家环境就这样，收入还不行啊。哎呀，我出差回来给您带的牛肉，您尝尝。这一提起这牛肉吧，嗨，就想起了小舅舅。
你说那会儿家里穷，那小舅舅开长途还得了个胃下垂，什么都不能吃，那现在活也干不了。那你那舅妈呢，她就总跟我借钱，我这打麻将那点钱都转给她了，我现在是一点都。妈，人家就是说一个牛肉，你至于说那么多吗？再说了，我舅妈不是把钱都还你了吗？不是咋的呀？啊，说你家亲戚你不高兴了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提你们家亲戚你特别丢人呐？不是，那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干嘛找我茬啊？哎，丽丽，这阿姨说的特别好。阿姨一听啊，就是个有情有义、刀子嘴豆腐心的人。你觉得是吧？是不是？就是我们那些牌友，他们的亲戚要是有事儿，他们绝对不会管的。我虽然脾气不好，可是我讲究啊，讲究，是吧？那个，谢谢你的牛肉啊。啊，那个，喝吧。谢谢阿姨啊。哎呀，不瞒您笑话，我一直有个小梦想，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卖部，里面摆着琳琅满目的小零食。感觉遇见您，梦想越来越近了。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来帮忙，打工啊？哈，帮忙可以呀，但是我没工钱啊。阿姨，我不要工钱的，这儿的脏活累活我全包了。另外我给您把 WiFi 装上，这样咱也不蹭网了，好不好？只要他没意见，我都可以啊。看我心情。喝。我们这次是与市第3医院进行合作，我从30位报名者当中挑选了5位来作为我们团体咨询的来访者。虽然他们的病症跟患病阶段都不相同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心理问题，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咨询能够帮助他们更了解自己，并且学会和疾病相处。明白。温老师，如果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好，你要多多指点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咨询师温良。大家好，我是贺顿，我是协助咨询师，第一次见到大家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要不来个自我介绍，谁先开始？这个不知从何说起啊。可以从自己的身体状况说起。要不张阿姨您先来。我叫张笑兰，今年。张笑兰，52岁，肝癌中晚期患者，突然拒绝肝脏移植手术，被医院建议参与团体治疗，容易焦虑，热衷表达，属于垄断发言的来访者。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得了肝癌，要做肝移植，我儿子给我提供肝源，可是前2天他们小两口吵架了，他不乐意了，我心里不痛快，干脆不做了，这样也好，也不用遭罪了。可是医生跟我说，我要做了移植，我康复的几率是很高的。我儿子就是个怂包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。张阿姨，我想大家对您个人的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，要不先认识一下大家，然后再听听大家对您的想法。您觉得怎么样？张阿姨，您坐吧。其实我们在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是可以坐着的，不一定站起来。还有谁愿意自我介绍一下？你们好，我叫糖糖。你的状况如何？我好得很呀，就做化疗呀。糖糖，17岁，先天性白血病，1个月前发病入院，急需骨髓移植。他的心态积极乐观，是唯一一位没有暴露出负面情绪的来访者。医生说，等我把身体养好，就可以动手术了。小姑娘，你的病叫什么病啊？白血病。那你配型成功了吗？现在啊，普通人骨髓配型，它的概率只有10万分之1。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调整好心态，静静等待了。于桂芳，40岁，是一名护士长，宫颈癌早期，面临子宫摘除，状态抑郁。
你是何涛吧？我是协助咨询师贺顿，在这里可以吗？我说孩子，你迟到了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人家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人来了就好啊。何涛，21岁，大学生，骨癌患者，需要接受截肢手术，情绪不稳定。面试的时候频繁出现抱怨、埋怨跟不满，家人劝说做手术未果，属于拒绝帮助的抱怨型来访者。哎，你呢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赵军，赵军，60岁，直肠癌术后恢复中，精神状态不乐观，沉默不语的来访者。张笑兰或许对他是一个突破口。一般来说，咨询师需要阻止垄断发言者的喋喋不休，可面对来访者的沉默不语，垄断发言者可能更快地加速他的暴露。你身上什么味道呀？你得了什么病啊？肠癌，刚做完了手术。哎呀，那现在还在做化疗吧？何涛，你是最后一个来的，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？骨癌，大夫说2条腿都得截掉。我本来不想来这儿的，家里人非要把我送过来，反正都要截肢了，在这儿有什么意思？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也劝你们早点面对现实吧。小何是吧？我得说2句啊，你别不开心。既然来了，就听2位老师上课。我就是被儿子媳妇硬拉来的。我们要心平气和一点，这儿都是身体上得了大病，不要动怒。自己行吗？你不要给我聊吕洞宾，不少了心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咱们别那么认真好不好？我们身体都不舒服，有些情绪也是很正常的啊。于姐，你要不要做个介绍？我叫于桂芳，最近突然查出了宫颈癌。这几年呢，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孩子，可是现在要切除子宫了，所以最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。今天来也是希望能得到2位咨询老师的帮助。我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，所以平时呢经常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人。今天看到大家，就控制不住地问了一些问题，你们别想太多啊。于护士，你看看我，误会你了啊！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啊。没事的。于姐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词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情绪。你说的很好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一起分享跟讨论情绪，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现在，我首先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：如果对于自己生病这件事情的认识，我们把它分成4个阶段：1. 震惊，不相信自己生病；2. 愤怒，不接受自己生病；3. 抑郁，接受了自己生病这件事实，但是内心充满愤懑不平；4. 接纳，完全接受，坦然面对。这几个阶段会依照不同的顺序出现，但有可能反复叠加。各位分别在哪个阶段？第4个阶段。怎么说？你们相信奇迹吗？我相信奇迹。我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被诊断为白血病，医生说我最多只能活到16岁，可是你们看，我现在已经17岁了。我想再撑撑，如果能再多活1年，我明年就参加高考。如果可以再久一点，我想去趟东北，看一看雪花长什么样子。雪好哎，我二姑父家就住在东北，一到大冬天啊，那雪啊那么厚，哎，可以堆很多的小雪人儿。是啊。其他人呢？要不要说说？我觉得我是第3阶段。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这样的状况，不能要孩子对我来说，这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我就是觉得太不公平了。养孩子有什么好的？
孩子啊都是替别人养的，儿大不中用。我倒是有个儿子，结婚了，生了孩子，有了自己的家，就把我当成累赘了。人呐，仔细想想，还是得为自己活着，一辈子围着孩子转。你病了，孩子啊就不用了。就他这样的脾气，他儿子能孝顺他才怪呢。你才不孝顺呢！你说谁不孝顺呢？你看你对我们这些长辈的态度，对你爸妈能好到哪去？你看到我不孝顺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要打断一下二位。其实，我们都会有愤怒跟不满的情绪，但是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合适的方式把情绪表达出来，尽量避免人身攻击，可以吗？张阿姨，您可以继续说，平复一下心情好吗？我儿子不给我，我难受。他给我，我不舒服。我儿子的肝呐，我怎么能要啊？天底下哪个当妈的要用儿子的肝来续命呢？张阿姨，您稍微平静一下。赵老伯，我看您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他这个人呐，就光嘴巴会说，指不定内心里啊怕死了。张阿姨是很痛苦的，她一面担心儿子，一面又独自忍受痛苦，是最孤独的。张阿姨，你觉得大家有理解到你吗？于护士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。张阿姨，您缓缓。其他人呢？还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情绪？核桃好像一直没有怎么说，你愿意分享吗？没关系，不愿意说就不说。那我们其他人有人想替他分享的吗？愤怒，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病。对，他不接受，还发脾气，还骂人。生病的愤怒不是很正常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接受？我就是不接受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愤怒，怎么了？你们在座有孩子的，如果你们自己的孩子才20岁就要被截掉双腿，你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冷漠吗？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说叔叔阿姨们是冷漠呢？大家的身体都有疼痛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痛苦，大家只是关心你，希望你能开心起来。我来这里不是寻开心的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你装什么装？我来这里是我爸妈逼着我来的，你来这里又干什么？你还不是为了讨好他们，说一些好听的话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开心，开心那么重要吗？开心能让我再站起来吗？开心能治好你的病吗？你来这里是装开心的是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脸上那种假装开心的样子，可让我觉得恶心。你闭嘴！你们也都这么认为吗？那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我就应该泪流满面，抱怨生活对我的不公平，就因为我病了，我就不能笑了吗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就只有和你一样，我才有资格作为一个病人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只配哭着过完剩下的日子吗？你让我们查的安娜那信上的地址是假的。假的？
那就说明要不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或者说是制线人不愿意透露他的真实身份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这故事是好的，对咱们没影响啊。那写信的人文笔还挺好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担心啊？咱们意外收到这个好的故事，随着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这观众啊对于它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。我们得未雨绸缪。你是怕他突然不给电台寄信了吗？对了，还有张明信片，看内容是安娜寄给对方的，上面还保留着安娜的寄件地址呢。干嘛？你不是找到新地址要找安娜吗？顺便送我回我妈家。贺老师啊，你现在开始学会粘人了。钱老师，你现在真不要脸，走吧。刀，一把什么刀？刀，一把杀猪刀。一刀，刀催人老。我的青春小了，已经飞走了。哎呀，秦开义，你再这样的话，你直接下车好不好？看来还行吧。好听好听。哎，那些观众们的留言实在是太有意思了，我都已经开始期待了，可以配上你这个歌。那是，哎，你也不看是谁点的。行了，好好开车，那尾巴都翘上天了。放心吧，这车技啊，怎么说呢，老靠谱了。哎，不过说实在的啊，如果我也生在那个歌坛神仙打架的年代，哎，说不定我跟安娜一样，也想当个歌手。越是靠近你，就越是生疏。你忽冷忽热，我掏心掏肺的弥补。后来你消失在薄天的迷雾，这封荒唐的情书寄往何处？3分是天意，7分是残酷。故事太曲折，只能假装不在乎。没有你，我现在过得很幸福。这条路，寻找的路太漫长，只有流浪的足迹，替他记录着这些年的回忆。匆匆流逝的时间，消磨着他的等待。他怕自己会忘记来时的目的，怕自己会半途而废。可那个坐在旧摩托后座与家人告别的夜晚，始终让他念念不忘。于是，在安稳与流浪之间，他选择继续流浪。你们认识王小军吗？谁王小军啊？王小军，你不知道？他是一号手，他之前在这儿演过出，他也会唱歌，你们没见过？这是谁呀？你们就是不想告诉我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看见他，告诉我，我给你们钱，行吗？我真有钱，还不是我有钱，我有钱。
别闹了！一次又一次的找寻落空，让安娜感到疲惫。她用几近哀求的方式，企图从台下观众那儿得到一些关于小俊的消息。对她而言，此时台下坐着的早已不是一群陌生的看客，是她为数不多的希望。你好，有人吗？谁呀？你要找谁呀？你的节目啊，我每期都听的，我呀才是真正的老听众呢。阿姨，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的是吧？对呀，以前是我妈的，后来我爸妈去世就留给我了。哎呀，我们这小老百姓嘛，有几间房子赚赚租金，赚赚外快，挺好的。不过你还真不能小瞧我们家这个小破房子，我要是租出去啊，一个月得2、3千。你说要是卖的话，每平也得几万块。您这房子在市中心，这地段也这么好，这几万块都便宜了。对呀，所以我们在等动迁呢。来，就这间。现在啊，没有卫生间的房子都没人爱租了，就是租啊，也是当仓库放货什么的。唉，现在这地方好像是被人遗忘了。阿姨，您还记得20年前有一个女歌手，她租过您的房子吗？我20多年前我才20刚出头，那时候租客都是我妈负责，我不太清楚。您再想想，她是一个单身的女人，但是她带了个孩子。想不起来。她很年轻，名字叫安娜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这个女人。怎么，你跟她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跟她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节目啊，只是想找一个听友。什么听友啊？你知道那个女人是什么人吗？来来来，里边请啊，小林接待一下。杨晶晶来吧。哎，谢谢。别谢我，你这个嗓子真不错，就是个小天后。别看我只是个管饭店的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耳朵呀可厉害着呢。这样吧，以后呢，我这儿只要有演出你就过来，一场呢就按今天这个数，好吧？钱不重要，能让我打工已经很好了。好，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哎，对了，经理，我想问一下，乐队今天晚上几点钟演呀？我想看一下。怎么，你这是要找人呐？乐队今天晚上是压轴的，你有的等。没事，我可以等。那怎么行啊？你小孩子不要睡觉了。他都习惯了。那可不行。那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呢，你就让他在我的办公室里边休息，好吧？谢谢啊。哎。再喝2杯啊！谢谢。再加点什么菜吗？加不加菜了还？加了。不加了。
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，看阳光清晰，匆匆经过你的身影。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那支跟你借没还的笔，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，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气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。